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第二位远征新武将马岱。马岱虽然是一位突击型武将，但实际上他更像一位辅助武将，而且更多的是在辅助马超输出。马岱的怒攻会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，并使目标的异常抗性和怒气抗性都下降2回合，下降的数值是马岱当前的最终暴击率。降低对面的怒气抗性，是为了更方便发挥自身减怒的能力。降低对面的异常抗性，则是更方便马超的连环突击能给对方挂上，最终减伤降低。马岱和马超一样，都会在怒攻后发动追加攻击。马岱会在怒攻后再追加一次120攻击力的钩索攻击，钩索攻击会附带30%最终暴击率。若产生暴击，则额外造成自身10%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，并降低目标500点怒气，是个非常强力的控怒武将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降低怒气是可以被抵抗的，所以马岱的最终暴击率、自身的怒气降低命中和对方的怒气降低抗性，都会影响马岱减怒的命中率。马岱的3星被动会使钩索攻击附带一层不可抵抗也不可驱散的缴械，若暴击则可以直接叠2层。缴械会使目标的普攻最终伤害降低10%，叠加9层后，还会使目标在回合结束前都无法再释放普攻。效果会在回合结束后自动被清除，到时就需要重新再叠起来。5星被动，如果有敌方武将单次恢复怒气超过500点，马岱也会立刻对其释放一次钩索攻击，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。有能力单次回怒超过500点的，记忆中就有 SP 周瑜、SP 吕布、SP 张飞和 SP 张辽。这些武将都有直接回怒1000点的能力，但在获得回怒时，也会马上被马岱扣除500点怒气。SP 赵云也有回怒500点的能力，不过因为他免疫怒气降低效果，所以马岱的减怒对他无效。另外就是攻击型武将每次普攻都能恢复600点怒气，也同样会激活马岱的钩索减怒。减怒500点的能力看似很强，但其实不太够用，因为每回合只能触发2次，实在太少了。就以女团辽为例子，马岱会在 SP 张辽普攻后对其释放一次钩索减怒，张齐英普攻后又会再对其释放一次钩索减怒，然后次数就这样用完了，要等到下回合才能再次减怒，所以效果真的非常有限。虽然减怒有每回合发动次数的限制，但钩索攻击附带的降低普攻伤害的效果却没有限制。这么一来，以普攻为主要输出，而且又是攻击型的武将，将会是钩索的最大受害者。这类型的武将就有 SP 吕布、张齐英和姜维，他们全是能频繁普攻的攻击型武将。一火被动提升了马岱回怒的速度，只要有任意敌方释放普攻，马岱都可以恢复60点怒气，5火后效果会提升至100点。张齐英的一次普攻3连击，马岱就可以回怒3次，马岱针对的很明显就是张齐英。除此之外，马岱每次释放怒攻后都可以获得200点怒气，5火后效果会提升至300点。有了这个初始怒气，马岱就可以大幅缩短下次释放怒攻所需要的时间。女团的普攻频率非常高，所以马岱在打女团时回怒也会比较快。马超与马岱的组合也许就是策划设计给属突，专门用来打张齐英女团用的，不过实际效果还得测试后才知道。3火被动会使钩索命中的敌方武将在2回合内获得不可驱散但可被抵抗的怒气上限降低状态，降低数值为马岱当前的怒气值，但最高不会超过1500点，效果不可叠加，若重复命中则以最高值为准。先来解释什么是可以抵抗但又不可驱散。怒气降低上限和怒气降低一样，是会被对方的怒气降低抗性而影响发动率的，不过一旦命中了，这个效果就会持续2回合，并且不会被驱散。只有一种情况，马岱的降低怒气上限效果会被提前解除，那就是当马岱的当前生命被降到30%以下时，限怒的效果就会马上被解除。
降低怒气上限的效果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张齐英和姜维。是的，张齐英又中枪了，因为他们的输出上限全都和怒气上限挂钩。其次就是 SP 吕布也会受到些许影响。SP 吕布在进入深渊地狱前，是需要1500点怒气才能释放怒弓的。只要马岱在拥有500点怒气以上的状态，对 SP 吕布释放了钩索，降低怒气上限，就会使 SP 吕布在脱离深渊地狱后就放不出怒气来。那么马岱的限制怒气上限对其他武将有没有影响？有的，但只有在开局才能发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马岱的羁绊能力，然后再做解释。马岱和马超一起上阵时，怒气降低命中会提升 50%， 马超造成暴击时，马岱也会在2回合内提升 10%异常命中，最多叠加5层。所以马岱在和马超一起上阵时，会更容易发动减怒相关的能力。马岱对马超也同样有支援效果，羁绊会使马超对怒气低于500点的武将造成的被动技能伤害提升 50%， 这里说的被动技能指的就是马超的连环突击。同时，马超使用连环突击后，马岱也有 70% 概率会使用一次钩索攻击，每场战斗最多触发3次，这么一来，马超和马岱就会有很多互动效果。别忘了，马超在突击型武将攻击后，本来就有概率会触发连环突击，而且每次触发连环突击后还能回怒。马岱也是多动症武将，发动钩索攻击的频率非常高，并且在每次触发后都有概率再触发马超的连环突击。所以，就算只上阵马岱一个突击型武将，马超也有可能将每回合只能额外触发5次的连环突击给全都打满。这样在配对上就可以更加灵活。接下来就是重点了，只要你的马岱在开局有超过1000点以上的怒气，马超在怒攻后触发马岱的钩索攻击，就能降低目标1000点以上的怒气上限。怒气的最高上限是2000点，若被降低了超过1000点以上的怒气，那么剩下的怒气就不足以发动怒攻。那么马岱是否能开局拥有1000点以上的怒气？答案是可以的。突击型武将的初始怒气是600点，加上将魂录的300点和将魂初始怒气提供的150点，加起来就有1050，足够了。只要把马超和马岱放在第一列，就有机会可以限制对方1号位武将2回合的怒攻输出，这个限制怒攻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。另一种特殊情况是，马岱也可以用来针对开局能回怒超过500点武将，比如 SP 赵云和 SP 周瑜。马岱在 SP 赵云开局释放龙魂技回怒后，就会对他释放钩索攻击。赵云虽然免疫怒气降低，但却无法免疫怒气上限降低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SP 赵云的怒气上限是被降低了的，还有1号位的刘备也同样遭到了毒手。继续留意战斗的进程，你就会发现无论对面怎么回怒，他们俩就是无法回满怒气发动怒攻。不过这个能力虽然可怕，但要达成条件其实也不容易。首先，你的怒气风物质不能比对方低，不然就会因为被减怒而无法拥有超过1000点以上的怒气。其次还要保证马超在释放怒攻后，马岱不会被减怒气才行。台服的减怒环境是比陆服更容易的，到时还得实测后才晓得是否能行。马岱的站位一般是4号位，和马超一起针对1号位去进行控怒和输出，也顺便可以吃到山河海阔的怒气抗性提升效果。战魂战灵方面，暴击不够就用长驱瑶光，因为钩索攻击要暴击才能减怒。另一个选择是用怒焰瑶光，利用马岱回怒快的特性，彻底的进行控怒。最后是关于马岱的抽取建议，马岱只能搭配马超一起上场，而马超在有了马岱后，是否能有足够的强度上场，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反正在陆服当时，效果是不太理想的，只属于马超真爱党可以抽出来玩玩。马超和马岱的组合，在打五子以外的灭队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主流队伍还是抗队更多。
想打抗队就会对队伍的硬件有更高的要求，所以也不适合平民玩家去玩。至于马超和马岱的组合能不能打兔履聊，我想这个到时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。带上 SP 张飞和高顺的组合，未必就完全没有机会打兔履。当然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等大佬测试后再决定抽不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